我们第3天的行程要拉车拉得比较远一点，中间停靠了一个休息站，但这个不是普通的休息站哦，它旁边呢就是大名鼎鼎的青山刚昌的故乡馆，这个是柯南迷心中一定要来的一个圣地。它的门口呢就有阿笠博士的金龟车，那里面呢有各种的展示品啊，跟很好玩的游戏。附近呢还有商店街、新一的家等等的。但是我为什么一直在门口呢？我们今天行程太满了，所以没有办法在这边停。虽然它现在9点半已经刚开馆了，附近绕它一圈就好，超可爱。好了，我们要去下一站了，跟他说拜拜。我知道旅行中总要留点遗憾，但是这个遗憾有点太巨大了吧？我下一次一定会自己再来这里的。鸟取呢有漫画王国之称，吸引了很多的动画迷。不过除了动之外呢，也有静哦。如果你喜欢美术馆跟摄影，那你一定会喜欢接下来的织田正治美术馆。美术馆的混凝土结构呢，屹立于一片的自然绿意当中，跟大山的景色是互相对望的。那走到美术馆里面呢，还有一个为游客特别设计的拍照场景，它用挡风的水池当成镜面，让大家可以拍出织田调的作品。旁边呢还有特别准备了小道具哦，让大家可以搭配标志性的织田帽子，拍出有个人风格的构图。日本摄影大师织田正治，他是在1913年出生于鸟取，在作品当中呢，很常可以看到充满了自然景观，特别是山阴地区的天空、沙丘或者是地平线等等的，也常常以他的家人、家乡为他的拍摄主体。作品是充满温度的，甚至有些呢，你看了会让人会心一笑，也打造出它独特的织田调。这个风格呢，至今在摄影界仍然是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的哦。虽然他的作品呢，在世界非常的有名，也得过很多奖项，甚至在许多欧美知名的美术馆有展出，但是他还是非常谦虚的说自己是业余摄影爱好者。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子，在每一个阶段呢，都把自己当成是业余者一样，才可以永远的保持这个初衷，不会被外在的头衔啊，或者是经验呢去束缚，反而是可以很纯粹的、很自由的专注在眼前的每一个画面里面。就像他说过的，不管醒来还是在睡眠当中，我只思考摄影。所以透过镜头，让眼前的每一个瞬间都得到了永恒。我觉得最难得的是，他没有去世界各地旅游，来去搜集特别的题材，反而是一直都待在他的家乡鸟取这里。所以呢，他必须得在平凡的日常生活里面，去找到一些跳脱的、新鲜的、破格的视角。那我们在鸟取旅游的时候，特别来到这里，我觉得也就更有意义了。在我们看完这个大师的世界观之后呢，我回到我自己的家乡，我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我的家乡吗？在我们继续在鸟取旅游的时候呢，我是不是也可以有不同的视角？今天的天气实在是太雾了，看不到大山，不是大山真面目，只因为离它太远了。那我们走近它总可以了吧？接下来我们就一路的上山，你沿路呢可以看到黄绿当中终于带红的枫叶。
带着一个期待又拒绝被伤害的心呢，前进了大山寺。大山寺的海拔有1729公尺，你可能觉得没有很高，不过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大山就是鸟取人心中那个有神仙、有神明居住的灵山哦，它也曾经是佛教的一个修行地，所以呢，来到这里深吸一口气，你会感觉自己的能量场整个都变好了。那每次离开都市进到山林里面，我就会很喜欢这样子一边走路一边呼吸一边冥想。你不会很刻意要自己专注在呼吸上面，因为这个空气实在是太好、太清新、太新鲜了，所以你的每一个吸吐里面，你的身体都会告诉你说：“哇，我好舒服哦，好畅快哦。”然后整个身心变得很轻盈的感觉，很自然而然的，你的身体就会把你带到当下每一个身体的觉知上面。它原本是这样的，它原本是这样，现在是这样。有好山，当然就会有好水喽。接着我们来到的呢，就是木谷泽溪流，它是在澳大山的深处。你沿着这个步道，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走进仙境里面喽。你可以一边呢听到自己的脚踩在这个落叶上面的声音，一边也听到旁边潺潺的这个溪水声。那我觉得要成为现代旅游景点当中的秘境，还要有个条件哦，就是手机不能上网。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这样子的，你就只好放下手机，认真呼吸，好好的享受大自然，然后洗涤一下身心。但是也要记得要跟好同伴哦。那同样的，这里还是宇多田光拍摄三得利天然水广告的地方哦。大山因为被奉为是神山，所以是不能够随意砍伐山上的山毛榉的哦。也正是因为这样子呢，大片的山毛榉就像是一个大型的森林滤水器一样，让这里的水质特别的纯净。我们在日本超商呢，常常可以买得到的三得利的天然水，还有可口可乐的采水地跟工厂都在这里哦。好冰哦！鸟取有来自大山的优质的水源，还有用来酿酒的米，它打造出了很有魅力的日本酒哦。在鸟取的县内也有20几间的酿酒厂可以买到，无酒不欢的朋友肯定是要来买醉一下的。我们赶在打烊的前一刻来到了大谷酒造，这里的酒是用大山的水源跟酒米来酿造的。那为什么我们要赶的呢？因为这个大谷酒造它有推出大谷祥平的限定纪念酒。不过很可惜的是，我们来到这里，它已经完售了。我们甚至还问老板说：“你们有没有卖空瓶子？瓶子我们也可以。”可能就是这样子的诚心诚意打动了他们，老板就把自己珍藏的最后一罐卖给我们了。真的是本日最幸运，想都没想到。好了，今天的行程已经满足了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哦，所以是天然的。
在我们回到饭店之前呢，还有最后一站大山，除了有前面介绍过的好山好水好酒之外呢，也有好牛哦。这里的乳制品是吃过的人都大力推荐的，他们说你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吃过这样子的冰淇淋，所以今天就算再冷，我们也要来上一支浓厚香醇的牛奶双淇淋。这个时候呢，微醺的我其实已经非常想睡觉了，不适合在外面逗留太久，我们赶紧回到饭店去休息，也一边祈求明天的枫叶可以比今天还要红红火火。我们下期见啦！